東涌首個大型私人住宅計劃——地鐵總站物業。哇！個機場海景真係無敵啊！今集帶大家去距離港鐵東涌站最近嘅私人屋苑，仲係同廣告海景一樣嘅複式單位，有海景又係鐵路沿線項目。但係嚟到2026年，屋苑平均尺價都只係大約11,000蚊左右嘅水平，咁都係鐵路沿線項目啦，屬於最低水嘅類別。呢個屋苑究竟喺邊度呢？呢一集咧，仲會同大家分析埋呢一個屋苑嘅最新市況，同埋仲會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屋苑附近有啲咩新嘅基建發展係準買家必須要留意。咁睇完片之後都歡迎留言分享講下你嘅睇法，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就係東堤灣畔啦，咁就係咧，平時一行出東涌站，見到建築設計外形好獨特，一條條住外露嘅呢個屋苑。呢個建築設計近年都再次吸引到網民熱烈討論，話啲支柱好似雪條棍咁，仲質疑得幾條柱支撐，會唔會好易冧？咁事實就當然好穩陣啦，因為其實每條支柱都係直接連住地底嘅樁柱。香港好多屋苑都採用類似設計，只不過大多數都俾商場同停車場遮擋住，而東堤灣畔就直接將一條條柱融入到屋苑建築設計之中。而屋苑另一個建築特色就係兩期共8座大廈係以半圓形佈局，每座樓就好似階梯咁10級而上，令更多住戶可以欣賞到靚景。而成個東堤灣畔嘅建築設計都係1999年獲得香港建築師學會頒發銀牌獎。不過屋苑建築都係屬於屏風樓，現時嘅新建築都未必會再批同類嘅設計。隨住東涌有更多新建築落成之後，現時東堤灣畔第2期靠東北至西北方，大部分單位仍然都可以享有遼闊嘅機場海景。同一期靠東南至西南方，以及第一期靠東北至西北方就係望向屋苑內園。至於第一期向東至向西邊就係以富東村樓景為主。縱觀成個住宅項目，提供2158個單位，實用面積由521至1480尺，主打2房同3房戶，喺1995年批出發展權，由港鐵、新世界、恒基、太古、新地同埋恒隆合作發展，喺1998年起陸續入伙，至今樓齡大約27年。現時屋苑由港鐵管理，每尺管理費3蚊。而今集參觀嘅放盤就係位於第2期8座極高層嘅複式單位，係屬於屋苑罕有嘅特色戶型，只有42伙，佔全盤大約2%。放盤單位實用面積1259尺，業主現時係同時放租同埋放售，售價開價2200萬，尺價17400幾蚊，叫租43000蚊，尺租34蚊。正式入屋睇樓前，同大家睇下平面圖，了解下單位格局先啦。大廳、廚房同埋單位正門都係位於上層，而下一層就係睡房區。咁入到單位之後啦，就要先經過一條長大約5米嘅走廊，先會去到大廳。之後映入眼簾嘅就係遼闊嘅機場海景。機場櫻花園咧 exactly 就係呢個方向呢個位置，我哋即刻落去露台睇下究竟呢度見唔見到櫻花。係真係見到㗎，真係見到粉粉地嗰啲咧，應該就係櫻花嚟嘅。我哋陣間會再落去求證一下，但我相信呢個就係櫻花。邊度啊？較光啲先。不過呢個機場海景就係向西北方，所以都有機會有西斜問題。只係咁啱睇樓呢一日天陰陰，加上仲係冬天，所以都未能夠完全感受到猛烈陽光射入屋內嘅感覺。如果下一手想住得舒服啲，可能都要好似而家業主咁，預先裝好遮光窗簾，方便隨時拉埋遮一遮。呢個廳咧，面積有成200幾尺啦，所以空間都好闊落下㗎。但係佈局上咧就有啲巧妙啦。我個人咧覺得咧可以分成客廳同埋飯廳2個部分。客廳就喺呢一邊，咁 sofa 咧就可以靠呢一邊嘅牆身擺放。行到嚟大概呢個位置就可以做一組薄薄啲嘅電視櫃。而呢一度咧就可以作為飯廳啦。由於單位業主係早喺2001年，即係25年前以一手買入單位。多年嚟都冇進行過大裝修，好多配置都係由一手用到而家，所以都見到唔少歲月嘅痕跡。相信有新買家接手之後，都必定會重新裝修。
例如廚房位於大廳入口旁邊，成套櫥櫃都係發展商原裝配置，呈曲尺形設計，雙星盤設喺中間，靠近窗邊。煮食爐就設喺廚房門嘅後方，不過呢一層呢就冇客廁，請朋友嚟聚會可能就冇咁方便啦。呢一層唯一嘅洗手間係設喺廚房對面嘅工人房入面，係屬於有窗嘅名廁。咁落一層呢就係睡房區，咁呢一層呢就有3間嘅睡房。咁我哋先睇咗走廊盡頭嗰一間主人房先啦，咁就係一間套房嚟嘅。咁主人房空間都好闊落下噶，咁其中一邊咧而家就擺咗一組到頂衣櫃，咁中間咧都有空間咧可以擺到一張 king size 嘅雙人床，而且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咁景觀方面咧，呢度咧就係望到一個機場方向嘅海景，咁採光度咧都唔錯噶。主人房面積有150尺，開即市正，而房內嘅套廁同樣都係空間感十足，唔計浴缸同埋洗面盤。成個套廁咧，仲剩翻60尺嘅活動空間。到下一手裝修都可以考慮加入雙面盤設計，方便2個人一齊用。咁主人房旁邊呢一間睡房同主人房景觀就係同向㗎，咁都係望向機場方向嘅海景。咁不過開積方面咧，相對3尖八角一啲啦。咁而家門後面呢一個凹位咧，就擺咗一組大衣櫃。咁估計睡床咧就要靠呢一邊擺放，咁先唔會阻到露台門同埋房門嘅出入啦。呢間房面積大約100尺，係3間房之中第2大。至於最細嗰間，面積都有大約72尺。開即呈長方形，因為空間咧都唔算大，家私佈局上都要留翻通道出入房門同埋露台門。而呢一間房嘅露台就係靠西面嘅方向，由露台直望出去會見到少少樓景。另外呢個單位下層嘅格局，另一個值得提嘅重點就係呢一度咧係隱藏咗唔少嘅儲物空間，包括樓梯底有個大約17尺嘅儲物室。同一層咧都外接一個大約46尺嘅平台，咁住客除咗可以喺呢一度晾衫，都可以喺度擺防水儲物箱，就可以提升單位收納量。最後參觀客廁，設有浴缸，亦都係有窗嘅名廁。我個人就覺得喺租樓嘅角度嚟講，呢一個單位最大缺點呢就係冇家私啊，新租客都要自己預留資金去添置翻。因為呢個業主咧，佢本身都持有個物業好耐啦，咁佢都係傾向放租多於放買嘅，咁所以租金嘅價錢就可以傾。由上年9月開始放，咁都放咗一段時間。佢原本係放45,000，咁而家就傾咗43,000。圍翻尺租大約34蚊，同屋苑一般分層單位尺租差唔多。若果以月租43,000蚊租出單位，以業主喺2001年5月以一手買入單位嘅樓價，即係587萬計嘅話啦，租金回報率係高達8.78%，而業主嘅叫租都相當貼近市價。參考今年1月底一宗同金澤放盤同類嘅複式戶租務成交，係位於第7座，單位1259尺，成交月租42,000蚊，尺租大約33蚊，只係比金澤放盤平少少。而部分今年1月底錄得嘅分層單位租務成交，尺租都達到34至35蚊。例如一座高層 B 室，547尺兩房間隔，成交月租係18,800蚊，尺租34蚊。而7座低層 D 室，527尺，同樣都係兩房戶，月租係18,500蚊，尺租就係35蚊。而屋苑近期平均成交尺價大約11,000蚊估算嘅話啦，現時買樓投資租金回報率大約係3.7%至3.8%。參考埋我哋28House 網站資訊，東堤灣畔現時平均成交尺租係32蚊，平均租務回報率係3.6%。至於賣樓嘅話啦，業主叫價就相對進取啦，開價2,200萬，尺價係達到17,400幾蚊，比起同期放盤高近2成。本身就係放緊2,000萬，後來佢就覺得都係想放租多啲，咁就而家調整到2,200萬。咁睇翻同放盤位處同一座，現時有另一個極高層複式單位放盤，景觀同金澤放盤差唔多，咁面積都一樣係1,259尺，現時叫價係1,799萬，尺價大約14,200幾蚊，比起金澤參觀單位低大約18%。
至於實際同類成交案例，可以參考今年1月位於6座極高層、望向東北方向海景，實用面積係1236尺，成交價係1220萬，尺價只係9800幾蚊。咁今集放盤尺價係比呢一宗成交高7成7。原業主就係喺05年嘅時候以588萬入市，持貨大約21年，單位升值超過2倍。再睇埋銀行股價，匯豐同埋渣打股價分別係1550萬同埋1300萬，比業主叫價係低大約40%至70%。28House 股價就係大約1400幾萬，亦都比業主叫價係低大約57%。明顯反映業主如果唔肯減價嘅話，都好難賣得出。不過假設單位都真係成功以現時業主開價2200萬賣出，而佢喺2001年嘅買入價即係580幾萬計嘅話啦，現時轉手可以大賺超過3倍。新買家就最多可以借7成，首期係660萬，從價印花稅係達到93萬，首筆置業開支至少就要有753萬。都相當於同屋苑一個面積大約770尺嘅3房分層單位，但都仲未計裝修費啊！估計呢一類特色單位裝修費呢可能都要過百萬，所以新買家都一定係有翻咁上下財力。以30年還款期計，月供67000幾蚊，月入係要超過13萬先可以通過壓力測試。不過由於今次放盤係特色戶，同類單位成交量比較少，變相業主開價嘅時候都少啲標準可以參考。如果係一般分層單位都係望海景嘅話，最新成交喺今年2月，咁就係位於7座高層 B 室，實用面積821尺，3房間隔，成交價895萬，尺價係10900幾蚊。原業主就係喺1999年嘅時候用395萬以一手入市單位，現時轉手係升值超過2倍。至於東堤灣畔成個屋苑，近月嘅平均尺價就大約係11100幾蚊。咁對屋苑有興趣嘅準買家都可以參考呢個價錢。回顧舊年11月，Holly 拍攝屯門蝶冰亭放盤嘅時候，都整合咗啲尺價維持低水，即係大約1萬蚊水平嘅鐵路沿線屋苑，而東堤灣畔就係其中之一。時間過咗4個月，雖然呢一紮屋苑仍然都係鐵路沿線項目之中尺價最低嘅類別，但大部分最新成交尺價都有上升，而二發樓價指數都喺呢段時期上升大約3%。而呢10個屋苑，大部分維持低水嘅原因其實都係樓齡，例如位於市區嘅美孚新村，樓齡都接近60年，仲有德福花園、荃灣花園、新葵興花園，樓齡都超過40年。而今集參觀嘅東堤灣畔係低水類別當中較為年輕嘅屋苑之一。咁點解佢又會比其他鐵路沿線屋苑平一截呢？大致可以歸納為2個主要原因。第一係東堤灣畔所在嘅東涌站地理位置相對偏遠，咁直接對比一下，同樣位處東涌線，由東涌搭2個站就到嘅青衣站。咁佢嘅上個屋苑迎翠半島樓齡同東堤灣畔差唔多，都係27年左右。咁但係迎翠半島近期尺價係達到15900幾蚊，比東堤灣畔係高出4成3。如果睇翻實際車程，由東涌站搭去青衣站，實際咧係要成18分鐘，意味由東涌出市區嘅時間都真係慢好多，都令呢一區嘅樓價相對受壓。第二個原因係東涌新市鎮正係進行大規模擴展，區內新發展項目多，未來不確定性都比較高，同樣成為樓價受壓嘅因素。現時嘅東涌市中心正係分別向東同埋向西擴展，估計合共會增加大約64800個住宅單位，容納18萬人。當東涌擴展計劃完成之後，預計東涌總人口將會增加至大約32萬，比起現時人口係上升大約1.5倍。而東涌另外2個重要嘅新基建係東涌線將會新增東涌東站以及東涌西站作為延線。其中東涌西站工程咧係會直接影響到東堤灣畔居民，所以準買家都一定要留意啊！因為工程係需要由現時嘅東涌站向西延伸大約1.3公里，而東涌線隧道嘅末端正正就係位於東堤灣畔2期物業之間嘅公共空地嘅地底，因此呢一個位置現時都已經封閉進行工程。而
而工地呢，現時都有搭建臨時隔音罩，咁盡量減低對居民嘅滋擾。根據港鐵資料，截至2025年3月，東涌西段工程正係進行隧道鑽挖、東涌西站挖掘，以及喺馬灣涌村進行建築物監測。成個工程預計最快2029年完工。回顧返3年前啦，工程展開之前都有其他傳媒報道，有居民反對相關工程。但由於東堤灣畔嘅批地文件列明政府係有權收返呢一塊公共空地作其他用途，所以工程最終都係如期進行。而呢一個報道當時都訪問過一位小妹妹，講述自己成長嘅屋苑，原本成日都會去玩嘅公園會即將消失。而家睇返仍然都覺得有啲唏噓啊！敬愛的特首家超叔叔，你好，最近我真係好唔開心啊，因為我屋企樓下好靚嘅大花園就快要變成好大嘅窿。嗰個大花園係我由0至9歲成日都去玩嘅好地方。雖然東涌西站基建對東堤灣畔周邊環境有直接影響，而屋苑尺價水平都喺全港鐵路沿線項目之中維持低水。但縱觀東堤灣畔近年樓價波幅，主要都係跟大市走，可以見到屋苑樓價由2021年歷史高位至今回落大約2成，而全港樓價喺呢一段時間整體跌幅同樣都係2成幾。縱觀區內各大屋苑，平均尺價係介乎大約1萬至1.1萬嘅水平，實際差距唔算太大。主要原因係因為各屋苑嘅樓齡同地理位置可以互相補足。以今集參觀嘅東堤灣畔為例，佢係屋苑樓齡最高嘅屋苑，亦都係唯一一個喺2000年之前已經開始入伙嘅項目。不過因為佢距離港鐵站最近，即使樓齡越嚟越高，但樓價仍然都有一定嘅抗跌力。但係地理上啦，東堤灣畔比起東涌其他屋苑都有美中不足嘅地方。雖然佢由港鐵站行返屋企嘅路程係最短，但沿途冇遮擋，打風落雨就比較麻煩啦。相反，藍天海岸同埋海堤灣畔呢一啲屋苑，樓齡同樣超過20年，但係有天橋連接東匯城至到屋苑，即使落雨啦，行返屋企都有瓦遮頭。雖然步程就要大約10分鐘，但代理提到有部分買家反而更重視呢一個優勢。此外啦，藍天海岸仲有一個明顯嘅優勢，就係戶型選擇更多元化，目標客群都更加廣。佢涵蓋1房至5房，面積由381至1800幾尺。相對於東堤灣畔、海堤灣畔，甚至藍手屋苑影灣園，佢哋面積最細已經係450至500幾尺嘅2房戶，客群就相對局限於家庭客。至於東環，雖然距離港鐵站最遠，但因為佢係區內最新嘅屋苑，入伙至今大約只係10年，樓齡優勢都帶動樓價，平均尺價係最接近12蚊。反而尺價最低嘅就係影灣園，雖然影灣園設有天橋直達港鐵站，仲有穿梭巴士接駁到東涌站，但由於項目規模龐大，有超過5000伙，都令二手供應相對充裕，所以樓價都相對偏低。近期平均尺價都低過1萬蚊。而喺租務市場都有類似嘅情況。影灣園嘅話，因為佢屋苑比較大型啦，咁所以租客都係佔得比較多嘅，而且佢租金比較平。東涌各大屋苑嘅平均尺租大多介乎32至35蚊，包括今集參觀嘅東堤灣畔，尺租水平都係喺區內嘅中間位。唯獨影灣園平均尺價只係28蚊，明顯低過同區嘅水平。至於租金回報率，參考28House 網站資訊。上述幾個屋苑平均租務回報率都係介乎3.4%至3.6%。最終要點樣喺呢幾個屋苑之中作出選擇啦？始終都要視乎用家實際需要啦。最後補充多少少東堤灣畔嘅屋苑資訊。由於屋苑樓齡未夠30年，所以暫時都未進行大維修，不過就有定期進行一啲修葺工程。會所設施就包括健身室、泳池、網球場、籃球場、兒童遊樂場等等。至於車位方面，屋苑有大約507個車位，車位比例係4:1。現時最新車位成交價大約100萬，月租就係3500蚊左右。生活配套方面，東堤灣畔係鄰近東匯城名店倉，入面都有多元化嘅商店，亦都有超市同埋各類餐廳。
想揾平民化啲嘅選擇，都可以到屋苑隔離嘅富東村富東商場，入面都會有街市，方便居民買餸。啱啱參觀嘅特色單位啦，所以叫價都高啲。咁不過整體嚟講啦，我個人都覺得東堤灣畔嘅性價比都幾高㗎。咁平均尺價大約係1萬至11蚊左右，咁都同新界區其他大屋苑嘅尺價都差唔多。咁而且咧，佢係位處東涌線嘅沿線，咁要去港島返工嘅話都比較方便啲。不過佢缺點之一咧，就係行出港鐵站之後啦，咁沿路都冇瓦遮頭，咁如果咧落雨嘅話就冇咁方便啦。咁相對於其他嘅大屋苑啦，咁都可以喺一經商場嘅天橋咧行到返屋企，咁就方便啲啦。咁大家又點睇呢？歡迎留言講下，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同埋記得 subscribe 入北口小貼 channel，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